美之前，先上美团。本节目由安心又省钱的美团医美独家冠名播出。来新人了，你是特种兵。新同学坐中间，他的男子气概比较突然出，把他放进来是错误。好，那我就各种 OK， 我想听个故事。好。现在感觉有一种危机感，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套路了，与其赌不如输。我就有点恍惚，跟我想象中的不是太一样。这挺 drama 的。我们俩要单独，然后他们受我们刺激了。你哪里觉得是过度的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要不我自己待着吧。当时我看他有点生气，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理解不一样吧。因为咱们如果说就是觉得两个人就是关系突然特别近啊，大家会有希望帮他们回避或者给他们创造空间啊，肯定是善意的。哎呀呀，开心就好。对呀。哇，这个很棒啊！这给谁开的呀？我租的啊。你租的？为什么你租台车载我们两个兄弟？我没想到他这么好，为了我们几个男生，真的租一台车，那我们先走吧。走吧，拜拜。在这儿啊？那你们都在那个，问问你们那个菜市场，罗非，我们是不是跟他们去同一个菜市场？就是名字是全称是什么 ？OK 吧，那就一起吧，要不然这个时间会更慢。你太大方了啊！但是不要太让我们吃狗粮就好了，稍微一点点，让我们舒适一点点。你想多了，就是友好。收没收到？哦，怪不得你有点，我懂了。我是友好。我错了。理解万岁，理解吗？沟通至美。对呀。好，走了。哦，人家跑在我们前面。哎呦，这红色的跑车是留在这里去淋雨的吗？你这听起来有点酸，什么叫有点酸？就是真酸，好吗？红灯照样停，还不在我前面。开敞篷车人最喜欢停红灯了。哦，我不给人家看到我开敞篷车干嘛？哦，敞篷车我也是租过了，可以到外地去或者农村去开车，那个很舒服。所以他昨天开车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是农村人。他说我爷爷是开过拖拉机的，后来我就很放心的交给了罗非。昨天好在有他。因为我脑子里是。你去农村开敞篷车？对啊。因为我脑子里是乡间乱道，然后鸡和狗和小猪们都跟着一块。你还说对了，昨天我们开车过程中真的有鸡飞狗跳，是不是？都有。那个鸡刚跑过去。然后过一会儿，那个狗最重要人听闻的。不过这边要是买那个野生的鸡，就会很好吃。可以啊。到了，我们的菜场。里面有些小摊，你们看到？哦，是。虫子，全家福的虫子是我最喜欢的种子。真的吗？啊，你敢吃哦？我敢吃。我不敢。那我们就吃一串。收一串吧。好，你要吃哪一个？这个我没吃过，蝎子。不行了，我天蝎座啊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吃完了你就老实了。哦，回家了。
是一个吗？那你要尝一下啊。我尝一下。那我吃它的尾巴没有毒是吗？没毒的。我把它的再毒它也那个。这也脆啊。哦哟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试一点。但是还好了，我都没敢试过。我觉得 OK 的，来，没问题的。那我吃水果了。一个都不行吗 ？OK， 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蛮好吃。是吧？没问题，都说好吃。不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吃完嘴巴那不会爆开东西了吧？不会。那很好吃的。这个没事，这个也 OK 的，像炸薯条一样。是的，反正你炸东西吧，都差不多味道。这个试尝看。这个有味了。这老板，我是天蝎座，这个会影响吗？吃我的家人什么的，那种感觉。没事。没问题吗？明天说不定你会变出几个。对。你要不要花环？我不要了，他可以要一个，他能戴。你要一个花环吗？我戴不了，我谢谢，辛苦你了。但我愿意戴啊。没事。我还是买一个吧。哎，你帮我选一个花环。哎，这个衣服跟你搭的这个嘛，这比较淡的这个是不是？这个颜色好看。快，叫我金花。哦，金花，哎，你真的戴上了。对呀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而且是那个姐姐帮我选的颜色。哇哦，这是我送给你。啊哈哈哈哈！对，还挺好看。对，像个美男，可以吗？像个美男子。是他本来就是个美男子的。他从侧面看，你适合，很像那个宙斯啊什么的。对，你真的很像。开心。我想找老屋咖啡，我想喝一个。对，我们可以去那里啊。这个是咖啡啊，哇，这么漂亮。哦，是这样喝的，我就是这样喝的。对啊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小夹子。男士可以别在这里。哦，哇哦，这花的别在这里。别在这里。可以吗？这样吗？头上。你放这里吧。应该停放这里。不是，我想问。好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要把它这个解开吗？还是戳进去就可以了？但是我帮你做。好呀，我。哦，是这样。对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是，很爽。哎，对，我还想问你，昨天讲那个我们团队里面只有你是没有英文名，后来我在想，不对啊，你天生就是英文名，你只不过改了个中文名嘛。我的名字，你如果在这个圈子里面，我们这个行业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罗非。我的英文名字大部分的人不知道。你的英文名是什么 ？Arthur Jones， 亚瑟。亚瑟啊。亚瑟 Jones。这么好。哦，对，很好听哦。我特别是我小时候，只有我年轻的人有这个名字。为什么起这个名字？不是他起的呀。Arthur 吗？不是姓啊，是姓吗？是名。你说我的姓，我怎么会起这个姓吗？不是按照我爸爸的名字吗？什么？我自己起个姓。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这个有点像什么？你为什么跟你爸一个姓？我他妈也不清楚。但是不一样啊！你问他为什么姓罗？哦，姓罗这个问题。有问吗？他都不是跟他爸姓的。你跟罗永浩姓的？啊，是罗永浩，对。老板，
多少？我说买。还没开过敞篷呢。所以是星夜呀。不，那是要看跟谁开哦，看跟谁开哦。哦。早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发生啊？早上收到一张从天而降的照片。拿起来哦，拍的不错吧？嗯哼，我也很开心昨天。你很吃香哦。真的吗？昨天不是收到3张吗？嗯。你没跟我说，我有2张，后来晚上才知道你收到3张。啊，那个兔子和那个谁一块儿上来的。哦。我们都没搞清楚规则。哦。就你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人，就你是这群人里最闪光的那个，你写了。哎，被发现了。今天早上收到了2个漂流瓶吧？你觉得还有一个是谁的呢？肯定不是罗非老师，不是大哥，不是舅，可能是那新来小伙子。你说呢？你看，嗯，这条路是贴着海走，所以其实景色是很美的，好好享受吧。好的。哇，太美了！你的梦想是？我的梦想是跟王老师一起。没听见。我的梦想是跟王老师一起开着粉色小轿跑，去青罗看洱海。恭喜你正在前往你心愿的路上，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我就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。哇，好漂亮！好呀！哎呀！很放松，然后就是像小孩似的。那我就觉得我是能给他带来快乐的，这也是给我很好的那个积极的回应。我真的没跟上海女生约会过。真的吗？也是如愿吗？就是，就像在梦里一样的。从昨天梦到现在。你谈过姐姐吗？接触过大一点点的，大几岁吧，但是在我37、8岁的时候，怎么样嘛？大几岁，女强人。那你受虐狂。我不是受虐狂，就我是喜欢有光的人，知道吗？快到了，徐主任要开始泡茶了，很好吧？你不夸我几句？谢谢徐老师。站着。很好喝吧？我要考试了，把小本子拿出来啊！来吧，讲讲你的小作文。讨厌。Is this the way that you feel?
你是怎么解读的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你的这个漂流瓶会什么？会给予我。那你上去拿的时候，你心里慌吗？我慌是差点摔了。真假？真假？开心吗？你看。开心。那我们最后回去吧。回去啦。你好。如何？那精神气爽的按摩过了吗？最后那10几分钟是我最爽的。Hello。去哪里了？按摩非常舒服，非常享受。你看我们的精神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没发现吗？哦。你们有吃这个吗？我要吃一个，我要吃一个。晚上可以，不，你现在可以说，我们说配。看他们，居然没人！停，没看到。而他们今天车挺好，粉红色的。这是他们的车啊？粉红色的。那么帅的吗？哦，你们也回来了。Hello。哟，这两个粉红跑车呢，回来了啦！好吃的。哦，这发型给吹的，你看看呢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个眼中发光的泡泡的。有没有剩饭啊？给你留一个。我洗洗手，谢谢，我特饿。我帮你吧，你不要拿吧，没关系的，太重了吧？没关系的。你要吃一个吗？我不要，谢谢，你们吃。按摩的地方，有些地方就是一边可以吃一边，不是按脚的。那咱们晚餐还要吃吗？你们有吃吗？你们也没吃啊？你们有吃东西吗？你们够吗？你们吃这么一点，吃了好多了。哎，你们是做什么足底按还是做肩颈？但是肯定也很舒服，我跟你说，非常舒服。我觉得如果我按下，我就肯定会睡着。他们果然是如我们所料很饿的。鲜奶酥要吃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几个你就不用再问吃了。鲜奶酥是什么？我尝一个，我尝一个。啊，你还真吃啊？我尝一下。这个不是因为做很饱，很小一颗嘛。啊，我现在不吃了，我真的吃不下。哎，公告牌去。人生故事今天晚上就开始了。我们在前几天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，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像朋友之间的那样的交流，但是其实每个人的他们经历过了什么，我们都不太知道，所以其实今天晚上我挺期待的。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，其实我的生活遭遇过一些非常大的、非常惊人的变故。可能走到现在为止最低谷的时候，就是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。以前我是个胆小鬼，我不敢跟别人去四目相对，我也不敢追逐爱情。我的一辈子是活出了几辈子的感觉。
谢谢。你们女生做综艺，你们她比较暖和嘛。来，你们俩坐。今天晚上是围炉煮茶了，给大家倒点水吧。这看一下啊，来了，同志们，看。故事分享即将开始，现在请共同推选第1位分享者。我的信封在最上面，我先来讲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对，2个小姑娘，好萌啊！这张照片的那段时间呢，其实是我一个人带着2个女儿度过的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我大女儿是8岁，小女儿4岁，我37岁。然后我是带着他们离开了200平方的家，住进了一个50平方的房子。米达，这是我们买的床板。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搬家啦。厕所是这样，餐厅、厨房。那个2年其实是我人生的切割线。看似光鲜亮丽、衣食无忧的我的前半生，就此翻页。升级打怪的我的后半生就开始了。我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打工，然后还要一边应付离婚的官司，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的做。那个时候我妈妈来上海看我，然后说：“你一个人带着2个娃，打那么多份工，你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的？”我当时就很愤怒地说：“妈，我知道我自己面临怎么样的状况，我就希望看到我天天借酒消愁，才会觉得比较正常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孩子的小环境，就是我为了他们，我得保持我最好的一个状态。那些年，甚至到现在，就是我最常和2个女儿说的话就是：‘妈妈在。’对。我们跳舞。当时离婚的时候，因为有2个小孩嘛，按惯例就是1人1个，妹妹是判给我的。我相信姐姐在很多年对这件事情是一直会耿耿于怀的，因为我觉得她潜意识会觉得，妈妈怎么不要我？好了，跟姐姐说再见了。说再见，再见姐姐，再见。为了尽量让姐姐心理上就是靠近一点呢，我当时租房子就是一直就是租在他们小区的旁边。那个时候我就有时候会跑到姐姐的学校，就午休的时候我去看看她，抱抱她，跟她聊聊天。但是我现在其实觉得我还是做的不够多。去年就是她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，她问我，她说妈妈，她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把我也带走？然后我说是这样的，我是很希望我一个人带你们俩，但是我说法庭就是判不了，你妹妹太小了。我说我当时想吧，你大了，你有腿，你自己可以跑过来。然后她说妈妈，我现在不就已经跑过来了？哇，当时那个话说了，真的，我当时就是在火锅店里面我就开始哭，然后她下回她说妈妈，她说你别哭，她又给我开始撕那个餐巾纸，因为她说旁边服务员不知道你怎么了，她说有餐巾纸吗？人需要的是向下扎根的一种坚实感。
那些至暗深刻所生发出来的坚韧，都是我自己的。正是这些给了我继续前行的自信和力量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我觉得你现在很坚强。谢谢。不要不得不坚强。看完他的那些遭遇，就真的挺惊讶的。而且他看似一个娇小，看到他的坚强，深知这个人的背景和真正他能打开他的心扉跟你去畅想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些共鸣和那些想给他更多关爱的这种主动性就油然而发。好。哇，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。其实这次去跟上次去不太一样，我感觉他们真的长大了。这次攻略都是他们做的，不用管任何行程，只负责我最喜欢干的事情，就拿起手机，一直爱拍他们。我很喜欢拍他们，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们的照片。嫌弃我太发了，爱显摆。变了一下，真讨厌。但我想的是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他们其实可以翻我的朋友圈的。他们小的时候啊，因为双胞胎，我从小呢就是带孩子，就比如说喂奶、换纸尿裤，就跟妈妈一样。我陪孩子踢球、排球、打乒乓球都是我教的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很唠叨啊，可能是因为我老一种爸爸的爱。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，我死我也不去，因为都是在下雪时间高峰期。因为我觉得是这样，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。哪怕那几10分钟吧，也值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堵车，我就想，越长越好。可能什么都不说。我觉得我不会哭的，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觉得夫妻之间可能关系不好了，孩子呢是没有错的，他没有的选择，但是我们能用孩子的角度去关爱孩子，让孩子的童年，就是最后可以说的，我有一个好爸爸，我有一个好妈妈，我就值了。天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见面那天啊？我说我是因为看了你相册，最后那个杯子把我给戳动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对女儿的亏欠就是没有给她配一个陪着她的好爸爸，她有一个好妈妈就够了。对啊，就他刚才讲他陪他孩子看他们的那些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从小正好是一个缺父爱的人，我一直想找一个给我孩子父爱的人，但是到我女儿之后，我发现我还是没找到。我觉得任何的付出其实都是不同的，都是一种爱，爱的方法不一样。对呀，我觉得你不要下意识的他说你没有爸爸的陪伴，所以你很委屈。说实话，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没有，我觉得是你自己的委屈，因为我从来不会跟他说，但是我是感觉得到，大家都知道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既然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其实也为了他们找一个好爸爸，加油！谢谢。哎，看照片，这个蛮适合你哎。看照片能靠谱吗？那这个呢？看介绍就很优秀呀。自我介绍谁都优秀。说吧，要选个什么样的才能让你安心啊？美团医美就挺好，做医美选店择医很重要。看美团、北极星、医美宝，都是由行业专家和上万消费者共同严格评选，专业靠谱不踩坑。说的我都心动了。变美上美团。
安心又省钱。哇哦，好帅哦！这个像 TVB 里面的男主。故事可能就没有那么沉重，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些我等一下所讲的了解我多一点。果然这么大的字还是看不清楚。眼睛干啥？这次还特意字打大了，对，已经打大了字。我们这么一分分的，没有一个是小字的，我看到。如果等一下我激动的抖的话，那不是激动，那应该是有点冷而已。这张照片应该是我30多岁的时候拍的。那些年的生日，因为有很多生意上的应酬交际，每一次生日大概都有几十到100多人一起过的。夸张的时候，一过要过1个星期，热闹是很热闹，但是从来都不是自己的。那个时候每天熬夜，每天喝酒，每天应酬，就成了家常便饭一样。我每次都能听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说：“哎，我是不是想这样过一辈子？”然后在一次反复思量很久以后，我自己也下定了决心，辞去了管理的职务，放下了违心的交际，转身就去寻找自己真正向往的节奏。用几年的时间，我去了法国，那时候还去了泰国，还跟了很多有名的大厨去学料理。然后试着把这份爱好变成一个新的事业。这个转身可能并没有很多人能理解，尤其是我有些朋友，他会笑我，他会跟我说：“哎 ，Joe， 你怎么一个混得不错的生意人，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厨房佬？”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今的我感觉是比较充实和平静的，也不用戴着面具去迎合谁。现在的我生活比较简单，作息很规律。我有更多的时间陪我家人，就陪我妈妈，他们都更多时间陪她，其实我很开心的。这样的第2次的人生，其实我自己来讲，我是很满意、很开心的。对，比较简单一点，做自己。谢谢就这样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快乐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我的是 I 人，其实我跟你说。那个时候的我绝对不是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超级癌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年纪大了吗？找到内心的 peaceful， 不需要外求。我现在都只是跟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者跟家人去小范围的，对几个，对，家居，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跟你经历了些什么，只是跟你喝过酒，可能跟你吃过饭，可能自己一起玩过而已。是。所以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很敢跟大家交流太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各位的个性也跟你们不熟悉，所以我就有个距离感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跟朋友乱开玩笑很夸张的，反正只是跟大家不熟而已。夸张到什么地步？今天晚上告诉我们以前是什么样，明天开始就大放光彩了。没有，我明天要变回 I 人，你不用担心。看起我们，快看，那是我。哦，好可爱，小时候。这张照片是我在16岁跟我父母的合影。少女，那时候的我，是一个非常幸福、自由的小女孩，也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小屁孩。长大后，我没有听父母的劝，一头扎进了爱情。对方会说好听的情话，会在卡拉 OK 唱深情的歌。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，可结婚没2年，新鲜感褪去，日子就露出了真面目。成长环境的不同，导致我们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分歧。这种压抑的状态让我陷入焦虑。已经戒烟多年的父亲，又坐在沙发里抽起了烟。末了，只说。回家吧，爸爸养你。离婚后，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，我体验了久违的幸福。父母是我身后坚实的大山，可以为我遮风挡雨，是我敢回头、敢向前的底气。我总以为被他们宠爱的日子，就像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一样，永远都在。命运偏偏不随人愿。母亲和父亲相继查出了重病，
先后离世，对我来说，好似天塌了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，只知道身体在发抖，抖得我不知所措。12岁的女儿紧紧地抱着我，妈妈，别怕，还有我。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特别怕我给他的爱不够，所以我总问他，妈妈给你的爱够吗？他总是说，足够的了，就是如果再多一点，就成了负担了。现在的他参加工作了，所有的节日都会送我礼物，包括七夕节。好乖啊！我笑着对他说：“这个节日就不用送了吧。”女儿却说：“别的妈妈有的礼物你都得有。”这次因为女儿，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又叛逆了一次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他打消我所有的顾虑，走出舒适区来参加节目。于是，我坐在了这里，和你们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人生一次重启。谢谢，谢谢。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是吗？我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女儿现在不知道她爸爸长什么样子，只要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就可以。是的，没事，幸福妈妈又漂亮又幸福。她的女儿多漂亮。我没有小朋友啊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哭鼻子。这张照片是2018年的最后一次日落。就我这时候是躺在这个医院的脊柱外科的病房里面，就等待这个几天以后的手术。12月20号，就11天以前，我在那个北京的一个攀岩馆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，高空坠落，全身多处骨折。我的脊柱是有一节挤压性骨折，我的2个脚跟是碎成渣儿。大夫说，如果我就是屁股着地，我现在是个高位截瘫的病人。就如果我头碰到地，今天坐着是另外一个人。然后出院也没有人照顾，就我一个人躺沙发上，从沙发到卫生间差不多5米的距离。我唯一能移动的方式是非常缓慢的把自己滚下沙发，带着2个护膝，然后手拄着一个板凳，几厘米的跪着挪到厕所去。就这5米的时间，我要走20分钟以上。就这事儿来的就是猝不及防的，无常。现在家里其实只有我一个人，父母都不在了。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感受。你比如说今天其实买飞机票，我想买一个航空保险，然后我就问那个保险公司，我能指定受益人，那个说不行，就所有的这种人身意外险都不能就是指定受益人，就只能是按照法定的继承程序。你像我现在这个状况，其实你不管是派出所也好，不管是社区街道也好，其实他很难找到一个我的直系亲属。这件事其实是让我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孤独带来的一种悲哀吧，我觉得。啊，就是和妈妈。这张照片真的都不能看，是我朋友圈上锁的，上面写着"加油，勇敢妈妈"，是我妈妈
患癌症晚期的时候，做手术之前，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拍的。我说妈妈多好看。对。因为其实这张照片就会让我想想当时签手术通知单的时候，我超级害怕，因为医生说了很多有可能醒不来的那些话。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之后，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。1年后，2014年，我爸爸也猝然离世，特别突然。就是中午还在陪他看《大河之舞》的话剧，第2天他就离开了。爸爸妈妈突然走了，根本就没有交代，就是永远的说了再见，没有机会再表达爱和心意。就大家羡慕我的自由，说我去过那么多地方，其实都是过年我没有家可回，我不想一个人面对春节。所以其实出国玩其实是我自己对家的逃离，是我一次又一次远走他乡的原因。我们家每一年，妈妈除夕做一大桌子菜，然后我们打麻将聚在一起，真的非常快乐。我觉得这是我每一个年都是特别期盼的。但那个，就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家的年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个年龄承上启下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中年危机。对，渐渐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接着有一场的告别。前年的时候，我不再去逃离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家。如果孤独，我可以看书，我可以健身，我可以徒步，我可以旅行，我可以组织一帮朋友在一起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他们的眼，我走向世界，我走向别的地方，我想我能够更好的生活，那个才是他们赋予我生命应该更能够看到的。如果是他们上天能看到的，应该一定是我坚强的、乐观的、积极的活着。我妈妈在我29岁的时候就走了，她是慢性病。我妈妈早上还在跟我通电话，然后到了下午，我妹妹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妈妈不行了。我就记得我在深圳，我开车去机场，堵车。后来我到了机场了，我在现场买票，看我跟我说没有了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求求你给我最后一张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票？因为我妈妈要不行了。”后来旁边有一个旅客就把他的票让给了我，跟我说：“你去吧，我不走了。”后来我买到了这张票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我清楚的记得我妹妹在电话里说的那一句：“妈妈没有了，我们没有妈妈了。”你会感觉到，其实有爸有妈，哪怕或者是只有一个妈妈或只有一个爸爸，你觉得还是个家。我的父母走了，我觉得我就是个孤儿。爸爸去年的年底，他被诊断阿尔茨海默，记忆开始消失。对。所以他现在就是到了下午，他早上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一直要面临这个问题，每一天重复再重复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去我们的祖籍，威尔士，我父母这时也没有去过，然后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到了那里，我爸爸的记忆回来了。我开车，他可以做导航。他前面左转，不是看地图，他都记得。以前的事情唤醒了他，特别奇怪，他。
说过，你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，你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。我觉得我要跟你说一句话，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但你不是外人，你是自己人。好棒！说起来好像没有父母的也真的不少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这是一个暂时的家，我们也是更好的家人。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。感谢每一份毫无保留的诉说。若有些故事还是你心里的包袱，不妨将它投入碎纸机。我是觉得吧，我刚才讲的，无论是哪个故事，其实你说是这个包袱吧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过往。我们能坐在这儿，其实都是已经放下了才来的。试一下这个机器好不好用？对，然后我也懒得拿回去。你们如果要用一张一张来啊，3张的有点。就今天特别在线啊！你这个像做面条，对，跟我做意大利面一样。这意大利面搅得挺好，特别好的，好棒！为自己鼓掌吧。好，致敬我们了不起的前半生，还有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勇敢。我们往里面走吧。好，往里面走。小心，对，小心这个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就上去，刺激。大家今天的状态是亲人离别。我今天感受到了，就是说妈妈的离世，所以我觉得，我只想今天好好让自己一个人静下来，再去想一想，就是母爱吧。我觉得没有爸爸妈妈的人，特别能共情。我父母都不在了，都去世了。多久？你父母多久走了？我爸是2002年的12月。所以生了你的时候，他55。所以我的记忆里没有这种爸爸和儿子玩的这种场景。我妈妈是2022年12月份。真的就是你这样，就是你说我有时候我不爱回家，就我有时候下了班晚上把车开到家里，我在车里待着，他们就觉得我不正常。但我觉得就是我妈住那儿，好多她的东西我都没有舍得扔，就我每回去我都会老想她，就是我觉得没有爸爸妈妈就没家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其实是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度其实是比别人要高的。我希望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人生路上，其实是能有一个伙伴的，能够照亮彼此，一起去探索后面的时光。天他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，确实就是让我看到了，可能在他整天嘻嘻哈哈的那个外表下面，就是另外一个他。罗非好像做事最厉害，他应该是同理心很强的一个人。梅的故事让我有感触，我妈妈也是我的软肋，所以能感受到她对她妈妈的爱。就是我感受到了许工笑容背后的坚强，我还是想给他一点点的温暖，不知道能不能暖到他。做了2张了，太开心了！因为我的那个计划他不能拒绝，至少4点他应该回来。突然难题又来了，我这个，那你得欠我一次啊！欠你一次什么？那丽丽呢？所以那个原因你没第2天投给我。我跟3个事儿能不能收我们便宜点？因为经费有限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啊、驾照、护照、港澳通行证，我所有的带照片的东西我都带了。就我不是一骗子。最便宜的东西是什么？可以帮我们分成2小杯吗？你要抱着我，抱腰。好想买束花，好好看啊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你肯定会很喜欢。就真的不如不去，说真话。我的女儿都被伺候，只有我伺候一男的。不关，不关。大冒险可以啊！好厉害！抱这个最大。这个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我喺你眼中見到最溫柔嘅景色。他喜歡這樣的人呢，還是他會覺得的招可能把他們推着真的好了怎麼辦呢？這個比我們電視劇的劇情更精彩。兩個姐妹是分開的，好難過啊！聽。每個人都有故事的。這才是50歲的戀愛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打開騰訊視頻看日落時分說愛你，每週4、週5看正片，週6看驚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時刻等你發現。每週日、週1陪看正片，超多內容。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腾讯视频 Jump 卡、年轻人专属会员、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最新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